今天我们来聊聊2026年东亚可能出现的大震荡。为什么许多人都说台湾将成为全球焦点？这源自近期甚嚣尘上的一些预言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英国预言家帕克的说法很明确，他直指台海在2026年前后会出现重大军事冲突。但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也强调台湾最终会是安全的。2026年最新的预言讯息已经曝光，内容可谓震撼人心。难道真的如预言所言，中共政权将迎来终局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与现实迹象，看看2026年的东亚究竟会发生什么大事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台海局势为何会成为预言焦点。过去几年，台海紧张情势不断升温，各种军事动作此起彼伏。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早在2021年就警告，中共可能在2027年前具备犯台能力，而2025年更被不少军事专家点名为风险高点。有人担心中共可能会在那一年伺机动武。然而，真正让台湾成为全球焦点的是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变。俄乌战争爆发后，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海。一旦台海有事，不仅决定两岸命运，更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国际秩序。正因此，各种预测和传言都围绕着未来几年台海是否爆发战端，而帕克的预言正是众多声音中分外引人瞩目的一个。帕克何许人也？他是一位英国的知名通灵预言家，据称过去曾精准预测川普当选美国总统、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等事件，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心神鬼先知。当然，预言这种事情从来都饱受争议，但帕克的言论仍然吸引了许多人注意，尤其当他谈到东亚和中国时，他的描述细致而惊人。在帕克看来，2026年将是极其关键且充满灾难性的一年，许多重大事件会在这一年集中爆发。我们先从台海军事冲突的预言开始说起。帕克早在2024年初的一次直播中就透露，他看见台湾周边的某个外围岛屿上会出现刀光剑影。他当时形容，就像有人宣布我们夺取了你的一座岛屿那样的场景。这暗示着什么？很可能是中共对台湾控制的外岛发起了某种袭击或登陆行动。台湾有一些外围岛屿，比如位于南海的东沙群岛，或是靠近中国大陆沿岸的金门、马祖等离岛，一直被视为可能的冲突热点。帕克的预感让人联想到，中共也许会冒险夺取其中一个岛屿，以测试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反应。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，帕克提到了引发冲突的可能导火索。他说他感觉到可能会有一次意外碰撞事件，一开始或许是飞机在空中相撞，或者潜艇在海中碰撞，甚至两者都有。这种说法并非凭空乱想，因为近年来台海周边已经发生多起惊险的擦枪走火边缘事件。例如，中共军机多次危险贴近美军侦察机或台湾军机，有时仅几公尺之差擦身而过。中共军舰也曾在公海上对美军舰做出高速逼近、逼迫改道的动作。每一次惊险画面曝光，都让人捏一把冷汗。一旦任何一方计算错误发生擦撞坠毁，后果难以想象。帕克正是担心，终有一次这种近距离测试会出意外。试想，如果某架战机在台湾周边领空被撞下来，或者某艘潜艇在台海擦撞沉没，相关各方会不会误判为攻击行为？届时怒火上冲之下，冲突就可能一触即发。帕克甚至将这种场景类比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，有媒体标题将他的警告形容为台湾将爆发恐怖空难，成为3战导火线。虽然这表述耸人听闻，但仔细想想也非毫无根据。一场偶发事故如果发生在敏感的台海前线，完全可能点燃大国间的战火。然而，在描述这可怕的冲突景象时，帕克也同时给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：台湾将安然无恙，最终是安全的。也就是说，即便台海发生军事冲突，最终局势的走向对台湾有利，台湾并不会被中共征服。帕克为什么这么认为？他进一步解释了他所看见的画面。当新的台湾领导人面对挑衅时，他将立场坚定，极为强硬，绝不退让。我们知道2024年台湾举行总统大选，现任副总统赖清德胜出，
将于2024年5月就任总统。赖清德在中共眼中被贴上台独工作者的标签，因此北京当局对他尤其敌视。如果他上任后，中共果真在外岛挑衅，赖清德预料会采取强硬态度，不会因威胁而改变捍卫主权的立场。帕克的预言还提及了国际反应，这点同样耐人寻味。他表示，台湾在危机时将获得日本、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合作与支持。注意，他用的是合作与支持，而非明确说出军事同盟。这似乎暗示着，即便没有正式的共同防御条约，在重大冲突发生时，日本和澳洲也会以各种方式介入，站在台湾一边。帕克形容，他看到台湾最终拥有非常先进的空防技术，且这些技术来自与日本的共享合作。这可能意味着日本向台湾提供尖端的防空雷达、飞弹拦截系统等军事技术，但形式上可能不是直接军援，而是以技术交流合作的名义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提到其他国家也会卷入，特别是澳大利亚。他看到澳洲在该地区派遣了军舰，这一幕让人仿佛置身未来的战场。美日澳等印太盟友组成防线，共同阻止中共武力改变现状。帕克甚至对时间节点也做出推测，他觉得这种局面可能会在2024年前后开始发生。当然，2024年已经过去，台海虽然风高浪急，但尚未爆发战事。如果往后推算，2025年、2026年依然是危机潜伏的高峰期。事实上，美军将领和智库也多次推演过相似情境。例如，有说法认为2025年中共可能突袭东沙岛，或者2026年在台海挑起有限冲突，以测试美国的决心。这和帕克的预言不谋而合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帕克对国际领导力的看法。他直言，当前自由民主世界缺乏强有力的领袖，他几乎数不出几个能让人真正信任，并有勇气带领世界走出困境或与强硬对手谈判斡旋的西方领导人。这番话或许是在影射当时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现任领导者。在帕克看来，美国现任政府对中共威胁的认识不够深，或者假装看不见。相较之下，日本和澳洲反而有更强的警觉心。美国长期奉行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，态度有时摇摆不定，但是日本却清楚地认知到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。澳洲也明白，第一岛链一旦失守，自身难保，所以帕克才会预见日本和澳洲将更加积极地参与防卫台湾。这番分析其实和现实趋势颇为契合。日本近年大幅增加国防预算，部署长程飞弹，防卫离岛，调整安保政策，为台海紧急事态做准备。澳大利亚则与美英组成 AUKUS 联盟，要取得核动力潜艇技术，并计划增购美国高超音速武器，显示出防范中共扩张的决心。澳洲战略界有人警告，战争可能在3年内到来，将当初官方预估的10年内无战事大幅提前。原因很简单，澳洲人切身感受过中共的经济胁迫与渗透，早已心生警惕。他们担心美国未必可靠，所以必须和志同道合的亚洲伙伴加强合作。帕克预言中，日本和澳洲一道出手保卫台湾的场景，正是这种国际现实心态的反应。如果台海本来只是两岸冲突，一旦演变成多国介入，那确实会上升为亚太乃至全球焦点。试想一下，若日本提供技术，美国提供武器与情报，澳洲派出舰艇，甚至印度等国也施以援手，那么中共将面临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防线。这样的军事冲突不仅决定台湾存亡，也决定整个东亚力量格局的未来走向。难怪被形容为影响全球秩序的试金石。谈完军事方面，我们再看看帕克对中国内部局势的惊人预言，这部分才真正让台湾乃至全世界投以震惊的目光。帕克明确指出，他认为2026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之时。换句话说，他看到中共政权在那一年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甚至倒台。这可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预言。要知道，中共执政70余年，其统治看似稳固，尽管近年经历经济下行、防疫风波等挑战，但任何预测中共垮台的说法依然显得大胆。然而帕克言之凿凿，并给出了他看见的多重迹象，描绘了
中共可能走向末日的剧本。首先是经济问题，帕克表示，中国经济的隐患正在迅速累积，2026年恐怕会成为这些问题全面爆发、引爆危机的一年。他提到了几项关键症状，包括工人被拖欠工资，制造业和地方财政陷入困境，债券违约频传，资金冻结现象蔓延，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缝，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，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楼市泡沫终于破裂。这些听上去几乎像经济灾难片的情节，然而我们回顾现实，会发现帕克所言非虚。2023年以来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明显，青年失业率攀升到前所未见的高位，官方甚至停止发布相关数据，以免引发恐慌。多家大型房地产开发商相继暴雷，恒大地产、碧桂园等巨头债务违约，烂尾楼问题导致许多买房者断供抗议，地方政府财政捉襟见肘，甚至传出部分地区公务员减薪、教师讨薪的消息，还有理财产品暴雷、银行挤兑等金融风险苗头，让金融系统开始出现裂痕。帕克提到的每一项经济乱象其实都已在酝酿，只是尚未全面爆开。在他的预言中，2026年前后，这一连串经济脓疮将被揭开，中国多年累积的结构性债务和泡沫被迫曝光。当经济陷入乱局，失业潮来袭，金融风暴迸发，帕克强调，一旦中共失去对经济的掌控力，其执政合法性将动摇。这其实很好理解，中共长期以经济增长作为合法性基础，向人民宣称，只有我们能带来繁荣。如果经济崩盘，老百姓饭碗不保，对执政者的不满就会直线上升。在中国那种体制下，经济不稳很容易迅速转变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。帕克紧接着预见，中共的政治环境也会在2026年发生巨变，他甚至用了翻天覆地一词，暗示变化之大超乎想象。他明确表示自己认为2026年就是中共终结之时。他具体提到了几个让人瞠目的细节。首先，中共常年在全球布局的影响力网络会在这一年陆续被曝光。帕克举例说，可能指的是英国方面近期揭露出多起中共渗透政界的丑闻，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跨国丑闻被揭露，涉及中共以金钱收买政治人物、渗透西方大学体系等等。他甚至提到西方社会中流行的某些觉醒运动，也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议程，背后可能夹杂着来自中国与俄罗斯的资金在推波助澜，目的在于削弱西方社会的凝聚力。这些指控听起来像惊悚小说，但事实上西方情报和媒体近年也揭露了许多中共对外渗透的细节，包括金钱游说、文化统战、情报收集等等。帕克认为2026年前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资料外泄或系统性揭露事件，公诸于世，中共输出影响力的证据。当这些黑幕被撕开后，国际上对中共的态度将更趋强硬，中共多年苦心经营的全球关系网将四面漏风。而在中国国内，帕克预见的画面更是戏剧性。他说，习近平的健康和政治权威都将在2026年明显衰退，到了2027年可能已经下台，这几乎在预告习时代的终结。帕克甚至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细节，习近平将经历一次大型且备受争议的器官移植手术，他推测可能是肾脏移植，并暗示器官来源可能涉及死刑犯，从而引发巨大的舆论震荡。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，其冲击可想而知。一方面，最高领导人重病需要换肾本，就足以引发权力真空的恐慌；另一方面，非法器官来源的丑闻将成为政治核弹，彻底击毁中共自诩的伪光正形象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坊间确实长期有习近平健康不佳的传闻，有时他露面走路姿势异样，或久未公开现身，都引发外界猜测。如果帕克所言成真，那意味着习近平可能已无法稳坐权力宝座。更惊险的还在后头，帕克预言，同一时期，中国将有一名军方或安全系统的高层人物突然失踪，随后被宣布在诡异情况下死亡。外界将普遍猜测这是一次未遂政变的结果，也就是说，那名高官可能企图发动政变但失败，被清除。这个情节可谓高潮迭起，仿佛政坛惊悚片。然而在对照现实，我们发现中共高层内斗的迹象早已存在。
2023年就发生过几桩离奇的人事事件，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先后失踪，最终被免职。期间官方没有公开交代原因，引发无数阴谋论。虽然事后当局声称涉及腐败或作风问题，但很多分析认为背后牵扯习近平整肃异己、党内权斗，因此未来1-2年会不会有更大的风波？帕克认为答案是肯定的。在他看见的画面里，党内派系撕裂，权力斗争在2026年将加剧到极致，甚至引发一场足以动摇政权的大震荡。尤其围绕习近平的病情和接班问题，党内会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封锁和政治掩饰，各派暗中角力，你死我活，或许有人会铤而走险，试图抢班夺权。就在权斗暗流涌动之时，帕克还预言2026年前后，中国会发生一场带有天命崩裂意味的重大灾难。他举例说，可能是铁路与轨道交通系统发生严重坍塌事故，也可能与三峡大坝工程的结构风险有关。总之，将造成大量伤亡，被视为中国工程体系和政权执行能力的象征性转折点。这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。难道会有高铁出轨坠桥、大桥断裂，或甚至震慑天下的三峡大坝溃决？我们无从确知，但三峡工程这几个字无疑刺痛许多人的神经。三峡大坝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坝工程，也是中共的形象工程。然而自建成以来，有关其安全隐患的讨论不绝于耳，尤其近年极端天气频发，长江流域洪水接连而至，三峡每逢汛期都面临蓄水与泄洪的两难。如果帕克暗示的灾难真与三峡有关，那将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毁灭性打击。毕竟中国传统观念里，朝代末年常有天灾映衬政权失德，所谓天怒人怨，天命不在。所以2026年若发生严重工程灾难，势必被解读为天意，昭示中共气数将尽。让我们回头看看今年年底发生的一件真事，它似乎验证了帕克部分预言。2025年11月底，香港竟然发生了震惊世人的超级大火灾。香港大埔区一个大型住宅屋苑鸿福苑在进行外墙维修时起火，熊熊烈焰迅速沿着棚架蔓延，烧遍7栋大楼的外墙。这场火灾延烧近2天，造成超过120人罹难，数百人伤亡失踪，是香港近代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事故之一。一时间，香港社会哀痛与震惊交加。而令人寒毛直竖的是，就在火灾发生前不久，帕克才在节目中预言，香港将在年底有大事发生。如今回头看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正是他的预言之应验。帕克在最新的预言中指出，他感觉香港大火背后并不只是意外事故，而是带着强烈政治意味的事件，会在香港社会掀起新一轮的指责与对峙。事实也许正如他所说，火灾发生后，香港舆论开始追究种种管理疏失和黑幕问题。有人质疑维修工程为何使用不阻燃的竹棚和尼龙网，是否有建筑商为了节省成本偷工减料，甚至有人直指香港官场存在官商勾结，制度失火，才酿成这场人祸。这些对政府的愤怒指责，显示香港市民心中积压的不满仍然强烈，并未因高压管制而泯灭。帕克进一步暗示，香港未来将难以平静，可能再次成为风暴的中心。他甚至说，高楼大火可能只是新一轮动荡的导火索，其背后隐藏着与台湾局势、区域政治联动的更大风暴。试想一下这样的场景，2026年前后，香港民众因事故真相问题与政府持续对峙，大陆内部经济困顿，官民矛盾激化，台海这边中共对外挑衅却碰得头破血流，反而激起国际反击。整个东亚局势宛如火药桶周围窜起多道火苗，彼此遥相呼应。帕克还提到一个关键角色，就是印度。他感受到中俄关系在暗中出现了微妙的扭曲，而印度将成为其中博弈的关键角色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不妨这样理解，帕克看见俄罗斯境内有一座大型军工厂遭到重创，这不仅仅是油田被袭击导致油价上涨的问题，而是一场更为隐秘、更具战略意味的破坏行为。他说他看到俄罗斯的军工厂正在俄境内被攻击和毁灭。帕克强调，他并不认为中国会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，
因此那些出现中文标识的武器残骸背后必定有隐情。例如，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早就在囤积中国制武器？因为这次暴露，帕克感觉到中俄关系中存在一种微妙诡异的张力。表面上两国并非公开冲突，但私底下围绕武器市场甚至地缘影响力展开了深层博弈。他看到中俄之间的关系线条正在轻微扭曲，而印度将在这场博弈中扮演要角。帕克暗示，这种裂痕目前还不会导致中俄公开决裂，但在2026年前后可能逐渐浮出水面，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隐秘信号。可以想见，如果俄罗斯因战事不利开始对中国有所猜忌，而中国对援助俄罗斯又态度犹疑，那么原本稳固的中俄联盟就可能出现嫌隙。再加上印度崛起后在国际舞台上地位提升，整个大三角关系都在变化，这对东亚局势而言无疑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。说到这里，我们看到帕克描绘的2026年图景是何等惊心动魄。台海有惊险一战，但台湾挺住了。中共内外交困，经济崩盘，政权内斗，政变四起，领导人重病垂危，甚至需要换肾，社会动荡，灾难频仍。香港和国际接连出现针对中共的不利事件，全球力量对比因此改写。难怪帕克用极具灾难性的一年来形容2026年。如果他的预言成真，那对中共而言将是末日狂潮，对东亚而言将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震荡。然而，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吗？还是说只是巧合与巧妙的推演？在怀疑之前，我们或许该注意到，除了帕克，许多古今中外的预言和迹象也在指向这个年份，仿佛冥冥之中有某种安排。其实早在社群媒体上就流传着奇人王恩庆的传说。这位中国大陆的命理奇人据称曾被京城权贵奉为国师级的人物。他生前对中共的未来做出过一个惊人预言，声称中共红潮的气数只有5位最高领导人，将亡于一个丙火年。怎么解释呢？他指中共国旗上的5颗星星代表了中共5代党魁，分别是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、习近平，没有第6颗星，因为第5代党魁就是掘墓人。习近平作为第5任中共最高领导人，将亲手把共产党送进坟墓。而下一个丙火年正是2026年，2026年是丙午年，5行属火，5为马，所以也称为赤马年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这个说法和帕克的预言时间不谋而合。2026年，中共建政77年，自1949年建政起算刚到终点。习近平此时满73岁，虚岁74岁。所谓73、84，阎王不请自己去。中国民间一直有这种说法，觉得人到了73或84岁是个生死关口。虽说这只是迷信巧合，但正如俗语所说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更有趣的是，还有不少流传在民间的隐晦预言同样指向2026年前后，好似众星拱月般交汇于此。一部在民间秘传的奇书《铁板图》，最后一幅画面就耐人寻味。山谷间有4只黑鸟飞过去了，唯独第5只白色羽毛的鸟半途撞山而亡，鲜血淋漓。旁边还写着一行小字：白羽毛鸟儿撞死在山这边。许多人根据这句话解读，白羽毛的鸟指的就是繁体字习，因为习字上半部像羽毛，暗示习近平最终会折翼半山，飞不过彼岸。民间还有一句玄妙的老话：画江湖，实难逃。据说画指华国锋，因为华语画同音，江指江泽民，胡指胡锦涛，实在某些方言里读作西。实难逃就是说到了习近平这里，中共政权很难逃脱完结的命运。还曾流传过一个离奇的临终遗言故事，有位60多岁的老人，其母亲在文革前去世前经常在家念叨一些奇怪的话：猪死了要刮毛，刮了毛滑溜溜的；炖肉要加水，水开了要沸，最后要熄火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他陆续明白了这些话的意思。猪指朱德之死，刮毛指毛泽东去世，滑溜溜指华国锋下台，炖肉要加水里的炖字的读音接近邓小平的邓，水象征江泽民，沸的发音复近似胡锦涛的胡，最后熄火
则暗指习近平。整串隐喻把中共历任领导依次点到，结局便是熄火，习的时代大火也熄灭，中共终结。另外，2002年在中国贵州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震撼世界的藏字石，那是一块天然断裂的巨石，剖面上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。据中共官方调查，这些字都是天然形成，没有任何人工雕刻的痕迹。经专家鉴定，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约2亿7千万年历史。上天似乎早已对中共的命运下了判词，中国共产党在劫难逃。有高人从天象角度解析，认为中共的国运应该是77年，到2026年结束，前后误差不超过1年。也就是说，中共有可能在2025或2026年灭亡。当然，预言终究是预言，未到尘埃落定之时，谁也无法笃定结果。或许帕克的某些细节会有偏差，毕竟未来瞬息万变，而且中共政权看似庞大强势，怎可能说垮就垮？这也是许多理性人士质疑之处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，大帝国的崩溃往往就在顷刻之间。苏联解体前夕，又有几人能料到红色巨人会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？而现在，中共正面临类似的内外交困，经济荣景不再，社会矛盾暗伏，高层斗争加剧，国际围堵渐强。如果再遇上战事失利或天灾降临，集权体制内部一旦失控，崩盘速度可能远超想象。一位预言家提供的是他灵视中的图景，也许夹杂主观解读，但却给我们换了一种思考现实的角度。还有一个来自灵性领域的预言值得一提，在帕克之外，另一位名叫布兰登的预言师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。他在节目中提到，似乎看到中国将经历一场大规模的精神复兴，宗教信仰和精神力量会从长期的压制中慢慢苏醒，由弱转强。那种罩在人们心头，不让大家有信仰，也不让大家看清真相的铁幕将被打破，人们将开始苏醒。换更直白的说法，他指的很可能是中国长期的无神论框架将被松动甚至瓦解，人心上的枷锁会被彻底解除。一对照其实不难发现，两位预言家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印证，大震荡之年也可能就是大复兴之年。想象一下那样的图景，2026年东亚风云突变，中共统治崩解，在短暂的混乱过后，中国社会挣脱思想枷锁，人们重新寻找信仰和价值观，长久被压抑的良知与传统回归人心，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萌芽。对世界而言，这将是一场巨大的巨变。一个10几亿人口的大国改朝换代，影响之深远，可比肩1991年苏联解体，甚至有过之。届时东亚的政治版图将被重绘，国际格局也将进入新的篇章。而台湾作为这场历史巨浪中的关键一环，将何去何从？从所有预言迹象来看，台湾反而可能在大震荡中稳如磐石，甚至成为带领华人世界走向新纪元的灯塔。台湾多年来坚持民主与自由，经受住了外交孤立和军事威胁的考验。如果中共倒台，那些压在台湾头上的战争阴云将瞬间消散，台湾不再需要天天提心吊胆，防备飞弹与军舰的威胁。而台湾作为成功的民主范本，或许会在中国巨变后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可以想见，国际社会将更加重视台湾的战略价值，因为台湾的存在证明了华人社会完全可以在民主制度下繁荣稳定。一旦中国政权更替，台湾可能成为协助大陆重建秩序、提供经验的榜样和桥梁。当然，短期内难免有难民潮、安全外溢等挑战，但长远看，那将是两岸关系和平新生的契机。总而言之，2026年在各种预言中被赋予了浓重的一笔。东亚大震荡，台湾成全球焦点，似乎命中注定要在那一年上演。帕克的预言将信将疑，但他所描绘的脉络，其实我们已隐约看见开端。经济泡沫幻灭的征兆，政治压力锅的喷发，军事对峙的白热化，都在一步步逼近临界点。或许最终的剧情不会与预言者描述的每一细节都吻合，但如果我们静心观察时局，就能发现历史的巨轮确实在向着某个转折点滚动。当那一刻来临时，
恐怕世人无不将目光投向台湾海峡，投向北京，投向整个东亚，那将是见证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瞬间。希望届时我们都能平安度过乱局，迎接一个更和平、更自由的新时代。正如古人所云，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或许2026年的惊涛骇浪之后，东亚会迎来转机，迎来令人欣慰的春天。到底预言是否灵验，最终还是要由历史给出答案。而身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，审慎以对，既不盲信危言，也不掉以轻心。当风暴真的来临时，唯有坚守普世价值和人性良知，才能让我们在巨变中立于不败之地。让我们拭目以待，迎接2026年可能到来的巨大考验与契机。